老头子，拆迁款下来了580万，我查了3遍，一分不少。建国多久没往家里打电话了？快半年了吧。建军呢？上个礼拜还打了，问我们最近怎么样，让我们注意身体。580万，一分不动，我们进城。进城干啥？试试。是啥？试试我们养了几十年的亲儿子，认不认我们这2个糟老骨头？你疯了！揣着580万去城里装穷？我就借2000块给我俩检查身体，谁肯借，这钱将来就是谁的。把你的金耳环摘了，别露一点值钱的东西。建国不至于那么绝情。至不至于，进了城就知道。走。我打了啊。打吧，别提钱的事儿，就说看病。妈，啥事儿啊？建国啊，你爸心脏不太好，想去大医院看看，想着在你那儿住一阵儿，行不？行吧，妈，那你们过来吧。先说好啊，家里地方确实窄，你们来只能凑合一下。等爸查完身体没啥大事就早点回，省得丽丽也不方便。行了，妈，我这边还有事儿，你们到了提前说一声。先挂了啊。答应了。答应了，说等咱们检查完就早点回老家去。爸妈，你们到了，路上还顺利吧？顺利，坐了1宿火车，你爸腰有点酸。妈，这袋子您自己拿着吧，我领你们上去。哟，建国，家里来人啦？啊，对，我亲戚来城里办点事儿。爸妈，走这边，咱坐货梯，快，不用排队。货梯？电梯人多挤，你们拿着袋子不方便。这袋子也不知道装了什么脏烘，一股子霉味儿，别往屋里拿，放门口鞋柜旁边得了。丽丽，这是我们的换洗衣裳，干净的，刚洗过的。爸妈，进来吧，别站门口了。建国，我跟你爸睡哪儿？次卧是乐乐的书房，一屋子钢琴和教材，碰坏了可赔不起。阳台那边收拾出来了，放了张床，凑合住2天得了。阳台？那边有窗户，通风，挺好的。我前2天刚收拾过。行。挺好，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。爸妈，你们先歇着啊，我下午还有个线上会议，得回厨房处理点事儿。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们。渴了，厨房有水，自己倒啊。这是放杂物的地方。有个地方躺着就行，别挑了。行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消毒柜里的杯子别用，那是客人来了用的，你们用旁边架子上那个塑料杯就行。哦，好。丽丽，你跟建国晚上想吃啥？妈去给你们做。我带了点干蘑菇，炖个鸡可香了。不用了妈，晚上点外卖。外卖哪有家里做的干净？还是我来做吧。妈，真不用，厨房东西您不熟，万一油烟机不会关，再触发烟感报警器，整栋楼都得响。
连顿饭都不让做。别凑上去了，人家不稀罕。谢谢。我出去看看。你去吧。建国，妈给你们煮碗面吧，冰箱里有挂面不？不用了，厨房刚做完保洁，300块钱请人擦的，别弄脏了。我就煮个面，完了我擦干净。妈，我说不用了，您要饿，外面便利店有面包卖。吃吧，火车上带的还没馊。建国，爸怎么了？爸的心脏老毛病了，这回想去大医院正经查查，挂号加检查，差不多得2000块。你看能先借爸不？2000？刘建国，你听见了吗？2000！咱们车贷1个月6800，房贷12000，乐乐补习班3500，月月吃土，哪有闲钱给他看病？爸，不是我说话难听，您的心脏不舒服多少年了，也没见出什么大事儿。回老家用新农合看，报销比例还高，来城里大医院花的都是自费的冤枉钱。爸，不是我不想给，实在是，要不您回老家用新农合看。2000块，爸，真不是我不孝顺，是真拿不出来。2000块都不给，老猴子，别说了，睡吧。老头子，我去趟厕所。我跟你说，刘建国，让他们赶紧走！我跟你说，刘建国，让他们赶紧走！1天3顿饭，水电燃气费全涨了。那个老太太今天还想进厨房做饭，她知不知道我那锅是外国买的？再忍忍吧，毕竟是我爸妈。忍到什么时候？你倒是说个准话。明天你必须跟他们谈，让他们去养老院。我查了一个公办的，1个月1000多，政府补贴那种。那我想想明天怎么开口。有什么不好开口的？他们在老家穷得叮当响，又没拆迁又没存款，还想来城里白吃白喝，做什么美梦呢？我告诉你，再住下去我可受不了了。行，明天我说，你别吵了，睡觉。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听见什么了？他说让咱去养老院，他说咱穷得叮当响。老头子，我心口疼，养他30年，他跟他媳妇儿一块儿嫌弃咱。我刘德厚一辈子没求过人，65了，在亲儿子家里活成个累赘，连热饭都吃不上一口。这个事不用再试了。爸妈，你们看看这个，城东的福寿安养老院
公办的，政府补贴，1个月才1000出头，有专门的护工照顾你们，1天3顿饭不用操心，还有花园能遛弯，比住我们这儿强多了。我们白天都上班，也没人照顾你们，万一出个什么事儿，是不是？我不去养老院。爸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好心好意给您找的地方。建国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是不是你爹？爸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我养你20多年，从尿狂养到你娶媳妇儿。你小时候发高烧，我大雪天背着你走8里地去卫生所，供你念书，供你上大学，供你在城里站住脚。现在我老了，住你家几天，不应该？应该？你说应该？你们要是住进来，那以后水费、电费、燃气费是不是都得涨？而且那个阳台我本来要改成瑜伽房的，现在堆着你们的破烂衣裳，一屋子找奶玩味儿。我没跟你说话，我在问我儿子。建国，你说句话，你爸妈住你家到底应不应该？爸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们？我每天上班累得跟狗一样，房贷、车贷、孩子补习班，我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。你来了，我还得操心这操心那，丽每天跟我吵，我夹在中间两头受气，我也有我的难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的难处，我懂了。好，不为难你了，我们走，现在就走。走就走，本来就该走。赶紧收拾利索了走，别磨蹭。老头子，咱去哪儿？去老二那儿30年，从他会叫爸那天起，我把命搭在这个儿子身上，到头来一把推在地上。行，试过了，这个儿子不认了。老头子，建军住哪儿？你知道不？他上回跟我说过，什么红旗路那片儿。红旗路在哪儿？要不我们去前面问问？行，先去问问。干什么？走好麻烦，这个某天就在刘总候着。老头子啊，末班车过了，咱找不着路了。建军每天跑单到半夜，我不该打搅他，可桂兰这么冻着也不是办法。给建军打吧，别硬撑了。大半夜的，那孩子明天还要跑单，咱总不能在这儿冻一宿吧？爸，怎么这么晚打电话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建军，爸妈在城里，没地方去了。爸，你别动，你在哪儿？把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来。爸，你听我说，千万别走动，原地等着，我骑车20分钟到。把站台名字念给我。红旗路东，红旗路东，我知道。爸，你等着我。这孩子，爸妈，建军，你穿着，妈不冷。妈，你别说话了，手都冰成这样了。
先上车，家近，5分钟就到。爸，你搂着我腰，坐稳了。同样是儿子，一个把我推倒在地上，一个连身上的棉袄都脱给我。老天爷，你让我看清楚了。屋子小，爸妈你们将就住，我明天找房东借个折叠床。够了够了，比外头强10000倍。这被子是去年双11打折买的，一直没拆封，今天正好派上用场。爸妈你们睡床，我打地铺，我有睡袋。你明天还要跑单，你睡床，我跟你爸打地铺就。妈，我年轻，地上睡着踏实。再说我皮糙肉厚，冻不坏。爸妈，先泡个脚暖和。爸，你也泡着。爸，您之前电话里说心脏不舒服，明天我带您去医院看吧，挂个号做个检查，心里也踏实。不用花那冤枉钱。爸，身体的事儿不是冤枉钱，您别操心钱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建军，你手都裂了。送外卖嘛，风吹的，不疼，抹点蛤蜊油就好了。爸妈早点睡，有什么事叫我，我就在旁边。老头子，这孩子的心，我知道。1823加200，2023，够挂号加检查了。爸，明天去医院，钱够了，别操心。2000块不多，但够爸挂号做个检查了。钱的事儿我再想办法。夜里单子贵，跑到天亮能多挣100来块。爸妈能睡个安稳觉，比什么都值。建国啊，你爸妈那个拆迁款下来了吧？我听村委会的人说，你家那块地补了好几百万呢。你爸妈这下发财了，啥时候请大伙吃席啊？刘建国，干嘛？大半夜嚎什么？你听，你自己听这个。建国啊，你爸妈那个拆迁款下来了吧？我听村委会的人说，你家那块地补了好几百万呢。你爸妈这下发财了，啥时候请大伙吃席啊？什么？拆迁款？好几百万？你爸妈有拆迁款，好几百万。他们来咱家的时候就已经拿到钱了。不可能吧？他们要钱怎么会穿成那样？可能580万，群里有人说是580万。刘建国，你个废物，你把580万推出家门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打电话问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将您加入黑名单。打不通，
把我拉黑了。580万啊，刘建国，就算分一半是290万，咱家房贷车贷全还清还有剩。你亲手把财神爷推出门啊！我早说了让你对他们好点，你不听，你干的好事。当时说不让走，你倒好像个木头桩子，现在钱飞了，全飞了。你冷静点，让我想想。想什么想？你爸肯定去了建军那儿，你必须想办法把人接回来。580万，你听我说，明天一早咱就去找，买最贵的保健品，带上最好的态度。你爸那人好面子重规矩，只要咱服软认错，哭一场，把他哄回来。我知道了。这笔钱是你爸的，你是亲儿子，天经地义该给你。那个养的，凭什么分1毛钱？爸妈快起来吃，趁热。豆浆是现磨的，包子我专门挑的牛肉大葱馅儿。爸，你爱吃这个？建军，你手没事妈，天冷皮肤干，抹点药膏就好了。来，您先喝豆浆暖胃。爸，包子凉了就不好吃了，您趁热。今天上午我没接单，等会儿带您去人民医院挂个心电科。不急，你先歇着，跑了一宿了。我不累，睡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您的身体要紧，早查早放心。老伴儿，我心里有数了。这580万就是建军的，建国是我亲生的，我养了他20多年，可亲生的把我推倒在地上，2000块看病钱都不肯出。建军不是我亲生的，可他把身上唯一的棉袄托给他妈，把攒的钱全掏出来给我看病，大半夜动着手去跑单，谁是亲的，谁是外的，老天爷看得清楚，我心里也清楚了。爸妈吃好了没？我收拾收咱就出门，医院早上人少，排队快。好，听你的。刘建国，醒醒！你给我醒醒！大早上的你疯了？快起来了！你忘了昨天张氏说的580万了吗？咱们去找他们，买东西买最贵的，态度放到最低，贵都行。只要咱把姿态做足了，哭一场认个错，他心一软就回来了。哦，先去商场买保健品，买羽绒服，买轮椅。对，你爸不是说心脏不好吗？买个轮椅显得咱有心。等把人接回来，这钱必须攥在咱手里。那个捡来的，别想分1毛钱。听见了没？听见了。580万，爸真有580万。那他来我家住那几天是故意的，故意穿的那么破，故意只要2000块试我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大哥，大嫂，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忍，我猪油蒙了心。那几天对您和爸那样，我该死，您打我骂我都行，我不配当您儿媳妇，妈您原谅我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爸，是儿子不孝，儿子混蛋。那天的事儿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爸，接你们回家，以后最大的房间给你们住，家里什么事儿都听您的，我伺候您一辈子。大哥，你们这是？爸，这是我专门给您挑的，3000多块，保暖，您试合不合身？建国，爸，你跪我是因为那580万吧？爸，您说什么呢？
是儿子良心发现，想明白了。别演了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昨天、今天一早，张婶在群里说的，还是村里谁告诉你的？爸，我真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钱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昨天你媳妇把养老院的宣传单拍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你坐在旁边喝粥一声不吭，你的良心在哪儿？我说心脏不舒服，想去医院查，差2000块钱，2000块，你亲爹张嘴跟你要了这辈子唯一一次钱，你的良心在哪儿？爸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那张卡里有580万了。你要是真良心发现，昨天就该来，而不是今天带着一堆破烂东西跪在这儿。你以为我老糊涂了？你以为你爹分不清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算计？爸，我是您亲儿子呀！亲儿子？哼，亲儿子让他爸妈住阳台隔间，啃凉馒头喝白开水，一顿热饭都没管过。你管这叫亲儿子？我养了你25年，从你出生到上学，从你结婚到买房，你妈一针一线攒的钱全贴给了你，到头来我们的没用了，你连一碗面条都不让我们在你家煮。我明白了。是你，刘建军！大嫂，你个白眼狼！你从小就是捡来的，路边抱回来的野种，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把爸妈藏在你这个狗窝里，天天给他们灌迷魂汤，就是想让他们把钱全给你。大嫂，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为什么不让爸妈跟我们回去啊？你接他们来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是不是？哼，一个外卖骑手，住地下室的穷光蛋，突然对爸妈这么孝顺，你当谁看不出来？大嫂，你别这样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钱。不知道？你装什么装？580万呢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是不是你去老家打听的？你处心积虑把爸妈接过来，就是等着分这笔钱。丽丽，你别胡说，建军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接我们来的时候，连我们为什么来城里都没问过。妈，您是被他骗了，他就是惦记您兜里那张卡。你闭嘴！建军为了给他爸凑2000块看病钱，大半夜零下10几度出去跑单，手冻成那样，他一声都没吭过。你呢？你连2000块都不肯出，你有什么脸说他？哟，2000块换580万，这买卖划算啊！他可真会投资。大嫂，你这话我接不住，我不知道什么580万，也不知道爸妈有什么钱。那天半夜爸给我打电话说没地方去了，我去接的人，这就是全部了。大嫂，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接，但有一句话我要说清楚，这些天爸妈在大哥那里受了什么，大嫂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让他们睡阳台隔间，吃凉馒头喝白开水，商量着赶他们去养老院。要不要我一键说给在场所有人听？你少在这编排！我接爸妈来不图1分钱，我就图一件事儿，让我爸能吃口热饭，让我妈能睡个踏实觉。你要是觉得这也叫算计，那随你怎么说。但爸妈往后住哪儿，钱给谁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，谁都别替他们做主。爸，滚！爸，从今天起，这钱我就是捐了、烧了、扔水里，也1分不给你。你走吧，别让我再说第2遍。起来！
刘建国，你就这么算了？你就让那个养的把你爸妈连人带钱全端走了？你让我歇会儿。歇？你歇得起吗？580万！你知道580万是什么概念吗？咱俩不吃不喝干20年都挣不到这个数。你打给谁？没姑要姑，是我建国。建国啊，怎么了这是？姑，有件事我得跟您说，我爸被那个杨子给迷了心了。没姑要姑，是我建国。建国啊，怎么了这是？姑，有件事我得跟您说，我爸被那个杨子给迷了心了。家里拆迁拿了580万的补偿款，我爸来城里那几天，中间有点误会，现在他住在建军那儿，说那钱1分都不给我，要全给一个外人。姑，那是咱老刘家的宅基地，老刘家的房子拆出来的钱，我是我爸亲儿子，他不给我，要全给一个捡来的，这说不过去吧？那当然说不过去，他那是老糊涂了，让一个外姓人端了刘家的锅。所以姑，我想请您出面，您是长辈，我爸听您的，把大伯、三叔他们都喊上，咱一大家子人去跟我爸好说。他一个人钻了牛角圈，得有人把他拽回来。你等着，我明天就带人去。地址我发您微信。姑，麻烦您了。麻烦什么麻烦？那是咱刘家的血脉钱，不能便宜了外人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这事儿他翻不了天。能成吗？我姑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要是出马，10个我爸都顶不住。好，那明天我倒要看看，一群刘家长辈压上来，那老头子还能硬到什么时候？德厚，开门！你大哥来了！反正真是傻。大伯、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德厚，我是你大哥，今天不为别的，就问你一句话：刘家的钱，你凭什么给一个外人？德厚，建军是你当年从路边捡回来的，这事儿全村谁不知道？他又不姓刘，跟咱家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你把500多万给他，村里人背后都在笑话咱老刘家。就是你有580万，建国是你亲骨肉，10月怀胎你老婆生的，你不给他你谁？天底下有你这么当爹的？你们是来替我做主的？我是你亲大哥，当年爸妈活着的时候，家里的事哪一件不是我拿主意？你糊涂了，我不管谁管。大哥说的对，德厚你就是被那个杨子迷了心窍了。580万是咱刘家祖宅拆出来的钱，那是老刘家的根，不能便宜了外姓人。二叔，我说句公道话，建国再怎么不好，那也是您亲生的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您往后养老还不是得指望他？一群人平时800年不见一面，这会儿倒齐刷刷来了，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那笔钱。德厚，嫂子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，你年纪大了，耳根子软。建军那小子嘴甜，天天哄着你，你就觉得他好，可人心隔肚皮，他图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你这张卡？你想，他一个送外卖的，一辈子能几个钱？突然冒出580万，他能不动心？我没有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桂兰啊，我知道你心善，
建军这孩子从小养大的，你舍不得，我理解。可你想，建国是你10月怀胎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亲骨肉啊，他再不好，那也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真忍心让亲儿子1分钱都拿不到？我没说不给建国，那就是要给，对不对？桂兰，你是明白人，以后你们老了动不了，病了下不来床，端屎端尿的还得是亲生的。建军再好那是外人，关键时刻靠不住的。建军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老实回答。你爸妈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供吃供你穿，这份恩情你认不认？我认，养育之恩比天大。好，那你要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就该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你是养子，不是亲的，建国才是这个家的正根。这580万是刘家祖宅拆出来的，跟你一个外姓人没有半点关系。你要是真孝顺，就该主动让，别让你爸为难。就是，建军，你要想你跟人家亲儿子争这笔钱，传出去好听吗？人家会说你是白眼狼，养恩不报，还惦记人家的产。你年轻，往后日子长着呢，自己打拼呗。这钱本来就不该是你的。爸妈，这钱我不要了。你们别为了我受这种委屈，不值得。我一个送外卖的，有手有脚，饿不死。你们把钱给大哥也好，自己留着也好，怎么都行。别再为了我跟一大家子人闹了，不值当。建军，你别这样嘛，对不起你。德厚，你看，建军自己都说了，这孩子懂事儿，知道让，你也别犟了，听大哥一句。你们都听好了，这是我的钱。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养了一辈子家，拆的是我住了40年的房子，补的是我刘德厚名下的宅基地。这笔钱每一分每一厘都是我的。大哥，你是我亲大哥，我敬你，但我的钱怎么分还轮不到你来教我。德厚，你让我说完。姐，你说建军是外人，我问你，我心脏不好躺在这儿，是谁大半夜骑着电动车来接的我？是谁零下10几度跑到凌晨3点给我凑看病钱？是谁把自己唯一一床新被子让给我们睡，自己打地铺？老三，你说建国是亲骨肉，对，他是我生的，是让他爸妈睡阳台隔间吃凉馒头，2000块看病钱都不出的亲骨肉。你们今天来这么多人，是想替我做主？行，那我把话撂这儿，这钱我会去公证处立遗嘱，合法合规，受法律保护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谁都别想逼我。再敢上门逼我，我刘德厚就把这580全捐了，捐给慈善，1分钱不留，谁也别想拿到。德厚，你这话说得重了，我们也是好心。好心？你们要是真关心我，早800年就来了。我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，你们谁来看过我一回？今天580万一出来，倒是跑得比谁都快。大哥，走吧走吧，犟不过他。犯不上。老头子，你刚才那话说的太重了，万一他们真去外面乱传。传就传，我还怕人说。爸，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我，他们不会来闹你。你说什么混账话？我刚才说的是真心话，这钱我真不要，你跟我妈留着养老就够了。我不想别人在背后叫你们舌根子。建军，你刚才那番话是说给他们听的，还是说给我听的？我是不想你们为难。我问你，你觉得你不值得？你要是真觉得自己是外人，那我这30年白养了。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了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这件事我心里有数。
你别替我操心，也别往自己身上揽。明天我去找公证处把事情办妥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谁也翻不了。你今天歇一天吧，脸色不好看。没事儿，做了一天又没干活，能有什么？爸，我明天请个假陪你去。不用，你跑你的单，别耽误挣钱。公证处我自己能找着。听你爸的，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晚上还跑不跑了？跑，晚上有夜间加价，多跑几单攒着。别太晚，注意全全。知道。妈，有事你随时打我电话。知道了，去吧。老头子，我问你句实话，你说，你今天真不后悔？那到底是你亲大哥亲姐，以后怕是不来往了。来不来往也不是今天才断的，20年了，谁上过门？桂兰，我就是心里堵得慌。哪儿堵？胸口？不是身上，是心里。我就想不明白，建国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，搬那么多人来逼他亲爹。我是他爹呀，他怎么就一点都不怕我寒心呢？豆豆，你怎么了？老伴儿，我胸口闷得慌。闷？怎么个闷法？是不是疼？不疼，就是喘不上气来，像有块石头压着。我喊建军，让他打120。别吓孩子。你别硬撑着，万一……桂兰，之前装病是装的，这回怕是真有毛病。也许歇一晚上就好了，你别慌。老头子，你可别吓我，这辈子什么苦我都能受，就是不能没有你。妈，怎么了？爸，你听得见我吗？君子回来了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半夜就开始胸口闷，喘不上气，他不让我喊你。妈，你怎么不早打电话？喂，120吗？我爸心脏病发作，65岁，胸闷喘不上气好几个小时了，嘴唇发紫，地址是城西路142号，地下室103，快，求你们快点儿！君子，别折腾了，爸没事儿，歇歇就好了。爸，你别说话，什么都别想。妈，你把爸的身份证找出来，还有之前的体检报告，装兜里。君子，别花冤枉钱，爸这把老骨头不知道。爸，你闭嘴！什么知不知道的话，你给我咽回去！有我在，你什么都别想。这个，爸对不起你。你别说了，你什么都别说，到医院就好了。
家属留步。那是我爸，我得进去。听我说，初步判断是急性心梗，需要马上做心脏支架手术。你们现在去收费窗口预交押金4万，交完了手术才能开始。4万！快去，时间不等人，每耽误1分钟，你父亲就多1分危险。4万！妈，你在这等着，哪儿都别去，我凑钱一定能凑到。你听我说，一定能。君子，妈，你相信我。胖哥，是我建军，我爸心梗住院了，要做手术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，多少都行。我操，兄弟你别急，我看我卡里5000行不行？我马上转你。行，够了，谢谢哥。张哥，我是建军，我知道这时候打电话不好意思。我爸手术急救需要钱，兄弟你说个数。能借多少是多少。3000，我卡里就这么多了。够了，谢谢张哥。站长，我是建军，我爸手术急救需要钱。你爸住院了，多少钱？手术押金4万，我现在还差很多，我站长能不能预支半个月工资？行，这是特殊情况，8000我现在给你批，明天你拿条子来签字。谢谢站长，谢谢。接电话，随便谁接一下都行。兄弟，我手头也紧，实在帮不上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关机。还差3000多。我去哪儿弄3000多？这辆电动车能当多少？9成新，跑了多少公里？半年的车，5000买的，抵押3000，当票1个月，逾期不赎算绝当。行。身份证，这个呢？能抵多少？这手机1000吧。都押了。4万，够了，快让我爸进手术室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算。够了，拿着这个去急诊护士站。交完了，求你们，快救我爸！押金到了，准备进导管室。爸，你一定要挺住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妈怎么办？君子，你爸他能不能行？妈，能行。爸那个人你还不知道，倔得跟牛似的，阎王爷来了他都得顶回去。妈，你听我说，爸这个情况，万一有个3长2短，不是我咒他啊，这钱的事儿得先说清楚。法律上遗产要继承人签字的，趁现在赶紧把卡给建国拿着，省得到时候扯不清。你爸在里面做手术，你进来第一句话问的是钱。妈，我这不是为了全家好吗？这钱要是没人管，出了差错怎么办？你们还是人吗？亲爹在里面开胸做手术，命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，你们跑来第一件事就是惦记钱，我都替你们害臊。大哥，爸的手术费4万，我借遍了所有人，把电动车当了，把手机当了，凑齐的。你呢？
家属，哪位是家属？我是大夫，我爸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放了2个支架，人暂时脱离危险了，但后续还需要在 ICU 观察24小时才行。活了，活了！谢谢老天爷。家属留步 ，ICU 不能进，需要观察24小时。求你让我陪着他，他一个人在里面。规定就是规定，他现在还麻醉，醒不了的。你在外面等着，有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。君子，听人家的，别添乱。爸，我就在外面，哪儿都不去。妈，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，这我守着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儿等你爸醒。那您靠我身上眯一会儿，明天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老太，咱小声点啊！护士长，我老伴他现在怎么样？恢复的不错，各项指标都在往好走。不过刘大爷后面一定注意休息，不能再受刺激了。不受了，再也不受了。老太太，你们家这小儿子真是少见的孝顺。那天凌晨的押金是他交的，浑身湿透跑来的，手抖的签字都签不利索，大半夜不知道从哪儿凑的钱。我干这行20年，头一回看见这样的。老伴儿，下午把建国2口子叫来，再找个公证处的人过来。你这就要办？不能再拖了，再拖下去，那2口子还不知道能做出什么事来。趁我脑子清醒，今天就定。君子，爸这辈子做的对的事儿，就是把你捡回来。都来了，爸，您身体刚好点儿，有什么事不着急，慢慢说。不用慢慢说了。今天叫你们来，就一件事儿，当面说清楚，省得以后扯皮。麻烦您了。好的，刘先生，请您口述遗嘱内容，我做现场记录和见证。爸，什么遗嘱？你别慌，爸没事儿。就是把该交代的交代清楚。我刘德厚今年65岁，神志清楚，无人胁迫，自愿立下遗嘱，580万拆迁补偿款，其中480万留给我的养子刘建军，100万留作我和老伴的养老金。至于建国，1分没有。凭什么？爸，我是你亲儿子，你亲生的。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480万给一个外人，我们1分都没有，凭什么？爸，我不要那么多。坐下，这是爸的决定。爸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你做完手术脑子还没清醒，这个遗嘱不算数的。我糊涂？你被他迷了心了，他就是为了钱才对你们这么好的。够了！建国，你好好想想，我在你家才住了1天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摸着你的良心想，你配不配拿这个钱？你这遗嘱是被胁迫的，无效的，我们要告！这位女士，根据法律规定，遗嘱人在神志清楚且无胁迫情况下所立遗嘱，具备法律效力。什么效力？他刚做完手术，他神志不清楚。我已经对刘先生进行了行为能力确认，记录在案。爸，你别逼我，你要真这么做，我就去法院告。亲生子女有法定继承权，你公证也没用，我请律师。
你要告，行。老伴儿，把那个拿出来。这袋子也不知道装了什么脏东西，别往屋里拿。2000，我们每月都有车贷、房贷、补习班，哪有闲钱？妈，那张存折在哪儿？万一爸有个三长两短，这钱得先说清楚。从我进你家门第一天起，这手机就开着录音。我这个人笨，不会说漂亮话，但我不聋也不傻。你说你要告，行啊，你去。法官听完这些录音，你觉得你能赢？你爹在手术台上生死不密，你媳妇进来第一句话问的是银行卡在哪儿？你去告吧，看法官怎么判。刘先生，如果您确定无误，请在这里签字。王姐，您来了，老位置给您留着呢。今天红烧肉刚出锅，我妈亲手做的。小刘啊，你们家这红烧肉我做梦都馋，每回来都排队，生意太好了。那是我妈手艺好，我就负责跑腿端盘子。老头子，你剥快点，外头客人等着呢。急什么？蒜剥毛了，味道不对。你做了几十年菜，这点道理不懂？我做了几十年菜，你也没夸过一句好吃。那我不是天天吃吗？不好吃我能吃40年。贫嘴。爸妈，5号桌催菜了，红烧肉好了没？好了好了，锅里呢。君儿子你尝，今天盐搁多了没有？妈，绝了，跟小时候你做的一个味儿。小时候哪有这条件？那会儿肉都舍不得搁多。所以现在得把以前没吃够的都补回来。爸，你今天走了多少步了？3200了。大夫说每天5000步，下午我陪你去公园走。又不是小孩，还用人陪？让君子陪你去，你一个人走路净偷懒，走2步就坐凳子上看人下棋，那叫养心。大夫说了，心情愉悦有助于恢复。老猴子，你看君子现在这样多好。当初那钱给对人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少说2句煽情话，你蒜还没包完呢。日子啊，这么过着就挺好。爸妈，以前你们养我长大，以后换我养你们变老。